2014年，墨尔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看台上发生了一起极为罕见的逮捕案。一名叫做丹尼尔·多布森的英国青年正坐在观众席里全神贯注地看着比赛，突然被当地警方带走。警方在他身上搜了半天，他没带任何武器，也没有伤人，唯一的作案工具藏在他的短裤里，那是一套直接连接着手机的简易发报设备。多布森在看台上到底干了什么？这行最具戏剧性的岗位也许不是交易员，而是像多布森这样坐在看台上每个得分按一次手机的人。他的动作极其简单且枯燥，场上的网球每一次落地，每一次得分，他就把手插在口袋里，忙按一下短裤里的按钮。这个比分信号跨越半个地球，实时发送给远在英国的一个交易团队。当时维多利亚州刚刚通过了新的反腐败法，多布森成了这套法律下首批被起诉的人。警方认为他在干扰赛事的公平性，但仅仅2个月后，检方非常尴尬地撤销了对他的指控，因为调查发现多布森根本没有贿赂球员，也没有操纵比赛，他只是在做一个人类历史上极其古老的动作，搬运信息。这里先停一下，多布森到底是在违法赌博，还是仅仅在发送一个刚刚发生的事实？他的故事揭开了现代体育博彩藏得最深的一环。主流叙事里的博彩是球迷凭直觉下注，但在水面之下，它早就变成了一场秒级的高频交易军备竞赛。这个行当在圈内叫 course-siding， 场内延迟套利。有一项对网球市场的学术研究 Bezo Zero 覆盖了2009到2014年间的法网和温网，估计这类信息套利者一度贡献了 60% 到 70% 的价格调整份额。请注意，这只是促使庄家调价的动作份额，绝不等于他们赚走了这么多利润。别以为这是什么稳赚不赔的无风险买卖。布拉德·哈钦斯，一位曾经的职业信息搬运者，在他的回忆录 Game, Set, Cash 发里讲过一个真实的滑铁卢。有一次，他被派去现场盯安迪·罗迪克的网球赛。比赛中途，哈钦斯实在太饿了，就离开座位去买了一个手撕猪肉三明治。就这么几分钟的功夫，场上的罗迪克突然叫了一个医疗暂停，而正在啃三明治的哈钦斯完美地漏按了手里的设备。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交易系统因为没有收到暂停指令，继续在错误的状态下自动执行着交易策略。媒体报道估计，等哈钦斯擦干嘴巴跑回看台时，他的团队已经因为这一个漏按的暂停损失了大约$32,000，一个三明治$32,000。为什么坐在看台上按一下按钮能产生这么大的套利空间？官方数据供应商 Genius Sports， 一家纽交所上市的数据巨头 NFL 和英超的官方数据都在他手里的。技术案例原话是这么说的：官方数据永远比视频画面快3到4秒。当然，这是供应商自家的口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业内有句老话，再牛的模型也赢不过早5秒。当球刚越过门线，电视机前的欢呼声还没响起时，另一场比赛已经悄然开始，且胜负已分，那就是谁能最先让旧价格消失。来看一个官方的数据采集员，他的一天是怎么工作的。他会买下场馆内视野最佳的座位，连上最高优先级的安全 WiFi。他的手指悬停在一个特制键盘或者平板电脑上，场上的每一次触球，每一次哨响，他只需按下对应按钮，数据就会化作信号直接注入全球的赔率网络，把视野拉远，利用信息传播的物理时间差吃掉旧价格。这件事华尔街已经玩了几百年。早在1850年，欧洲刚通电报，
但在德国亚琛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之间有一段76英里的通讯断点。路透社的创始人怎么做的？他租了45只信鸽，专门跨越这段盲区传递股票价格，硬生生比原本的火车送信快了2个小时。直到1851年电报线接通，1850年是信鸽跨过电报缺口，2026年是采集员跨过直播缓冲。商品从来是同一个别人还不知道的现在。更典型的例子是1866年跨大西洋海底电缆铺设成功。在这之前，同一只股票在伦敦和纽约的双重上市价格价差能高达 5% 到 10%， 而在电缆接通后，价差迅速被抹平到了 2% 到 3%。坊间最爱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信息差，在滑铁卢战役提前知道战果，砸盘抄底。这在档案考证中证据极其薄弱，大概率只是个传说，但它折射出的恐惧是真实的。谁掌握了更快的信道，谁就能收割旧世界的财富。这种对速度的极致追求，到了2010年代，变成了铺设 Spread Networks 光缆，一群疯子砸下3亿美元，凿穿了阿巴拉契亚山脉，铺设了一条825英里的笔直光纤，只为了把芝加哥到纽约的往返通信时间从16毫秒缩短到13毫秒。今天，同样的剧本正在体育市场上演，只是交火战场从微秒级的光纤变成了秒级的转播延迟。进球后的第1秒，数据公司卖的第一件商品根本不是什么预测未来的新赔率，而是一个关门信号。来看一个最普通的进球瞬间，在这个瞬间里，其实同时走着5只钟，或者说存在5个截然不同的真相时点。把节奏放慢，一帧一帧的看。第一只钟叫做物理真相。按照 IFAB 国际足球理事会的定义，当整个足球完全越过球门线且没有任何犯规动作时，进球物理上已经发生。为了界定这个瞬间， FIFA 甚至引入了球门线技术 GLT， 用14台高速相机死死盯住球门，能在1秒内把信号发送到裁判的手表上。但这套造价昂贵的技术是给主裁判用的法律工具，绝对不是提供给博彩公司去爆盘的揠苗级数据。在这第一只钟响起时，除了离球最近的守门员和裁判的手表，没人能确信发生了什么。第二只钟叫做观察真相。藏在场边的官方数据采集员，或者是球场的高清摄像头，识别到了进球，猛地按下手中的确认键。根据供应商 StatsPerform 和 Genius Sports 的口径，这个采集过程通常在揠秒，也就是不到1秒内完成。第三只钟传输真相。这个数据包瞬间穿过球场的基站和海底光缆，抵达各大博彩公司的服务器。第四只钟是最致命的一只，暂停真相。系统在收到信号的瞬间立刻冻结盘口，停止接受任何以旧赔率发出的订单。这就是那个用来保命的关门信号。低延迟数据卖的不是更聪明的预测，而是早1秒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再报价。速度本身不创造胜率，它先创造撤单权。这个暂停机制是由风控算法瞬间触发的。进入危险状态后，系统会评估这球到底进没进，有没有红牌。交易员在确保风平浪静后，才会敢于重新开放盘口。在这期间，就是在做防抢跑和接住量之间的残酷权衡。到了第5只钟才是官方真相。主裁判听完耳机里的 VAR 意见，最终吹响哨子，手指向中圈，宣告这球算进。VAR 解决的是比赛的法律事实，它准确优先于速度。EFAB 明确规定 VAR 没有最大复合时间的限制。官方性不是给事实加版权，而是给争议指定一个最终结算者。
VAR 解决的是比赛的法律事实，而那些快出几秒的数据流解决的是市场何时敢重新开门。第二、第三和第四支中的连贯动作必须跑在所有看电视的观众前面。在即将到来的2026世界杯，网络流媒体直播最多可能晚60秒才能看到进球，如果不快会发生什么？这就好比便利店货架上的牛奶已经涨价了，但价格标签还没换。最先知道新价的人只会疯狂去买旧标签下便宜的那盒。在金融市场，这叫逆向选择；在博彩里，这就是场内延迟套利。要认识到，市场虽然很快，但并不完美。研究者 Croxon 和 Reed 分析了1206场比赛，发现进球后价格通常在几分钟内就会调整到位。但另一位学者 Angelini 指出，在首个进球后的约20秒内，市场上依然存在可利用的价格偏差，快到位不等于完全没缝。最危险的客户不是下注最大的，而是只有在庄家价格滞后时才出手的幽灵。为了防御这群信息搬运者，全球最大的博彩交易所 Betfair 祭出了一件神器——人为减速带 Speed Bump。这里必须划定一个边界。Betfair 像证券交易所，是因为它真有红蓝色的买卖订单簿，用来撮合玩家对赌，而普通博彩公司更像自己扛库存风险的庄家，不是交易所。在 Betfair 上，当有人在比赛进行中下注时，系统通常会强制让这笔订单在空中悬停1到12秒。如果这几秒内场上发生了红牌或进球，系统立刻撤销挂单。Betfair 的延迟不是系统太慢，而是市场有意给旧挂单一次逃生机会。更有趣的是，2025年 Betfair 还测试了一项新机制——被动挂单免延迟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减速带只拦截那些会立刻吃价的激进单，而对提供流动性的被动挂单放行。这个防守机制变得异常精巧。经济学家 Brown 和 Yan 在他们2015年的著名论文中复盘了 Betfair 的真实数据。从2008到2013赛季，为了应对越来越快的信息套利， Betfair 的平均强制延迟逐季上升，从 6.3 秒增加到了 7.65 秒。到了2012到2013赛季，更是有 91% 的场次延迟长达8到9秒。这看似倒退的做法，结果如何？论文数据给出了惊人的答案。市场的有效价差下降了 3.8%， 而最优三档的双边深度反而增加了 19%。因为提供流动性的人确认自己不会被最快的作弊者割韭菜，反而敢放出更好的价格。减速带反而让市场变厚了。这不禁让人想起美股市场的 IEX 交易所。Flash Boys 们为了快几毫秒，不惜砸下3亿美元铺设光缆，而 IEX 为了防备高频交易，特意把光纤盘绕了44英里，人为制造了350微秒的减速带。IEX 增加350微秒的延迟，和 Betfair 增加平均8秒的延迟。Flash Boys 修直光纤是为了快几毫秒， Betfair 增加延迟是为了让市场不被最快的人吓跑。前者抵消机器网络传播差，后者抵消人眼与直播转播差，思想同源，工程不同。既然这条秒级的数据管道如此重要，那么是谁在收过路费？答案是金字塔顶端的数据寡头，比如 StatsPerform， 一家你多半没听过，却握着世界杯官方博彩数据独家权的体育数据巨头 Opta、Running Ball 都是他旗下。在2022年英国的一起诉讼和解中， Genius Sports 保留了英国足球独家低延迟官方数据，而死对头 Sportradar 纳斯达克上市的另一家数据巨头 NBA、MLB 的官方数据商只能去买它带延迟的刺激信号。这从商业结果上显示，
低延迟准入是可以被分层单独出售的。那么，联盟是不是拥有球场里每一个事实的绝对产权？在欧盟著名的 Football Dataco 判例中，法院给出了解答，必须区分事实的创造和数据库的编排。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某个球员进球了这个事实，联盟并不天然拥有这个事实的排他性产权。如果你坐在家里看着电视，记录下每一个比分并发给朋友，这没有任何问题。但问题在于，体育博彩的高频交易根本等不及你看电视，他们需要的是毫秒级的现场信号。联盟真正拥有的是物理场馆的准入资格，是一套极为庞大的专有数据库的财产权，是官方数据的许可合同。当这三层锁链扣在一起时，一张不可逾越的权力大网就形成了。官方数据商买断的不是那些谁都能看到的进球画面，而是官方现实的定义权。这就包括了对独家低延迟采集入口的控制，对到底什么算是一次抢断，什么算是一次有效射门的统一语义解释权，以及最后，如果裁判改判，谁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更正和结算标准。这就形成了一条坚不可摧的权力供应链。不管你是华尔街的顶级宽客，还是拿着简易发报机的小毛贼，最后所有的交易模型都必须服从这套唯一的、不可篡改的官方现实。在法律层面，这就是体育资本最核心的护城河。市场通常以为这帮卖水人手握独家，一定赚翻了。但事实是，数据公司卖的是稀缺入口，但入口的地主是赛事方，相当大的一块租金先被联盟收走了，更快的管线可以买到，官方入口却只能由赛事方授予。真正难复制的是那张场馆证件和赛事合同。Sportrader 在2025财报里写道，在 IFRS 会计准则下，其体育权利支出等占比高达当年收入的约 31.3%， 也就是说，每收3块钱就有近1块要拿去买版权。另一边 Genius Sports 在 USGAAP 口径下，其数据与直播权利成本分项占到了收入的 36.8%。这两家的会计口径不相同，不能比高低，但都在说明一个趋势，地主的租金越来越贵了。标普近期预测，随着承接新体育权利的成本前置 Stats Perform 母公司的调整后， EBITDA 利润率可能会从2025年的约 13% 下降到2026年的 11.0% 到 11.5%，随后才会反弹。成本如此高昂，机器视觉能把人工采集员淘汰掉吗？2026年世界杯的半自动越位技术 SALT 在足球内部植入了传感器，能以高达500赫兹的频率发送数据，配合场边的追踪相机，精准锁定位置。但必须知道，位置越位是物理动作，但是否干扰了比赛，依然需要主裁的语义判断。顶尖数据服务商依然保留着人工分析师 ，AI 能提速物理识别，但主裁的法律决定和官方资格仍是最后一道瓶颈。嗅觉灵敏的华尔街资本早已看到了这里面的机会，但他们的入场姿势完全不同。最主动的是顶尖量化机构 SIG、苏斯克、哈纳，这家华尔街最大的期权做市商之一，极度低调。他们的官网写着，公司用扑克游戏来教新交易员如何在不确定性下做决策。SIG 的员工 Bill Chen 不仅是扑克数学的合著者，还拿过世界扑克锦标赛 WSOP 的金手链。带着这种硬核的概率基因， SIG 已经在其官网公开确认，他们进军了像 Kalshi 等预测市场，提供双边流动性，甚至派驻了现场交易员。至于其他几家，芝加哥老牌自营交易巨头 DRW 只是在明确招募预测市场的操盘手，
顶级高频公司 Jump Trading 只有媒体的二手消息，而 Citadel 则明确表示暂不碰体育合约，四家分化明显。进球后的第一秒，数据公司卖的第一件商品根本不是什么预测未来的新赔率，而是一个关门信号。这也是为什么体育数据市场最终争夺的不只是第一秒的信息差，更是谁有权在最后一秒说这球算还是不算。